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看这一盆天竺葵，这是重瓣的玫红色天竺葵，我买来的呢是吊盆，从 Costco 买的。这是一盆全部都是天竺葵的挂花。当时它的状态其实挺好的，但是我买回家以后呢，大概是因为它出售的那一段时间气温有过突然的下降，所以它的花其实很快就开始凋谢，而且呢，新的花苞呢并不多。之后呢，我就开始深入的去了解天竺葵这个花怎么才能养好。网上呢很多人都说它是开花机器，而且它并不是那么难养的，是属于粗放易养的。我呢养的那些单瓣的天竺葵呢也都非常争气，不断的开花，但是重瓣的呢确实就要比单瓣的稍微娇气一些。那我这一盆挂花呢，其实我最后把它养到满盆都是花苞呢，还是花了一下功夫。这样我从3个方面来和大家说一说。第一个呢是天竺葵喜欢怎样的光照和温度。第二个呢是天竺葵要如何给它施肥。第三呢是如何给它浇水和修剪。这3点都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先说第一点，如何呢去把握天竺葵需要的光照和温度。我呢查了一下，天竺葵对阳光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它其实是可以接受暴晒，即使是在盛夏，像多伦多这个地段，我们最高温度也不会，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在夏天，所以其实在这个温度下给它全日照，天竺葵都是很喜欢的。大多数的时间呢，多伦多这个地段是25、6度，就是夏天的时候25、6度、27、8度，它呢完全是可以在全日照的环境下生长的。另外，天竺葵呢喜欢摄氏20度以上的温度，如果温度太低呢，是影响它结花苞的。而且呢，它的叶子也会黄。没有光照，温度太低，它的叶子就黄了。那这种时候呢，想让它结花苞就难了。第二呢，是如何给天竺葵施肥。天竺葵并不是完全不需要肥料的一种花。虽然说它不像有一些花那样，没有肥料就完全不肯开花了，它呢花还是会开，但是花会少。即使是结了花苞呢，因为肥力不足，它的花苞会干瘪掉。天竺葵的花苞呢非常多，一旦它结花苞了以后，它这么一簇长出来，里面就有几十个花苞。所以可以想象它需要多少力量来让这些花苞全部都打开。因此呢，天竺葵在它的花期是要给它补充一些促花的花肥的。天竺葵需要的促花的花肥是最普通的，就是市场上我们常常见到的促花的花肥都可以。3个数字比值中间最高的就是促花的花肥，给它用就可以。天竺葵呢，有了充足的肥力和光照以后呢，它的花苞会层出不穷的冒出来。但是这样做并不是说它这个开花机器就老老实实的给你
不断的开花了。如果你不给它很好的水分，另外不帮助它修剪的话呢，它也会疲劳的，它也会长很多黄叶子，而且呢，花苞就是会中间中断，就算是打开了也败得特别快。那想要天竺葵的花，不仅花苞结得很美，花开的也很美，花开了花期也很长，并且叶子也保持非常漂亮的这种青青翠翠呢。那浇水呢和修剪就非常重要。当它的第一茬花，也就是说它的上一茬花开得快要败的时候呢，就要给它修剪。有些像天竺葵它开花呢，因为它是花苞是这样一簇长出来的，所以经常它的上面的花已经开始败了，就是这一簇花上面的花已经开始败了，下面呢还有几个，比方说3、4个、5、6个花苞还没有打开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发现下面已经有新的花芽出现了呢，就可以把它剪掉，就把这一簇花剪掉，就是上半部分已经开败了，下半部分即使还有少量的3、5个花苞没有打开也不管了，就赶快把它剪掉，剪到根部。这样呢，它新萌动出来的花芽呢就会长得非常快，而且呢叶子也不容易黄。如果你发现它的叶子开始黄了，要坚决的把黄叶子剪掉。天竺葵呢，它长起来很快，它很快会从根部那里再萌动出新的小嫩叶，然后这些小嫩叶长出来以后呢，还会再结新的花苞。可以说你越修剪呢，它长得越蓬勃。同时呢，要注意给它浇水。天竺葵虽然是比较耐旱的植物，但是我们常常都有一个误区，认为一种花它耐旱就可以少浇水，其实是错误的。像天竺葵这样的花，你就看它的叶子能有那么多叶子，而且叶子展开有这么大，像扇子一样的，有一点像荷花的叶子，这样的叶子就意味着其实它很需要水分，不然呢它会很快的呢水分就蒸发掉了。那夏天的时候呢，天竺葵需要每天至少浇2次水。在暴晒的气候，比方说气温达到了摄氏27、28度以上的夏天，又非常阳光又非常的好，那像这种时候，有的时候呢我会给它浇3次水。清晨浇1次，到傍晚时候浇1次，然后有时候天黑了晚上10点钟左右还会再浇1次。这样呢才能保证它呢有充足的这个水分来满足它的生长需要。只要你懂得就是如何给它保持合适的温度和光照，如何给它施肥，如何给它浇水和修剪呢，天竺葵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开花机器了。把一盆天竺葵养到满盆是花，完全这样美妙至极的爆花呢，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其实呢，掌握好这几点呢，其实就可以呢达到这个目标了。好的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、分享与点赞。我们下期再见。